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资深媒体人董志生。是，大家好。好，接下来是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国际新闻议题，大家最关注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邻近的国家哦，就是我们南边的菲律宾。好，现在他们的宫斗剧演不完呢。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杜特地，他当然现在被抓到了是海牙的这个国际法庭哦。那他的女儿萨拉说，他承认说这个父亲杜特地可能没有办法再回菲律宾嘞，所以他就指责小马克思政府哦，说执意要将他留在海牙。他说失去了一位前总统，也祈祷我们不会再失去这个国家哦。好，他说他觉得这个杜特地在香港的时候，这房间里头应该有人泄密哦。他认为有内鬼在里头，这个内鬼的人就是在香港房间跟他谈话的人。好，那当然小马可是现在摊牌了，然后对抗议者也发出一个威胁哦，说你们那个杜特地的盟友啊，全部也抓去这个 ICC。好，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发言人哦，法哈耳朵，他说，除了前总统杜特地，他的一些盟友也遭到指控哦。那小马可是政府已经准备好根据 ICC 要逮捕这些人员了。那当然，现在汹涌的民意跟潜在的政坛动荡，也让小马可是心气不定。所以他也打算将杜特地家族的根基在菲律宾连根拔除啦。好，现在就要看小马可仕的恐吓有用，还是杜特地他们的家族势力撑得比较久。那什么看呢？就要看这个5月的期中选举哦，看谁满盘皆输或是满盘皆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杜特地他在菲律宾其实政坛非常久，所以根基非常稳。他的前朝老臣当然还是力挺的哦，包含就说他亲密战友前国家警察总长罗萨也放出狠话，说 ICC 想要逮捕他，他就会考虑躲藏，而不是像杜特地那样接受审判。好，另外一位则是菲律宾的副总检察长格瓦拉他公开说，他拒绝跟老上司杜特地的子女对簿公堂哦。他曾在杜特地的时候担任过司法部长，那目前也任职副总检察长，而且身兼菲律宾政府的法律顾问。所以一旦最高法院就此展开开庭哦，他就要代表菲律宾政府跟杜特地子女唇枪舌战。他说他不愿意。好，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哦，就是小马可是现在面对这个杜特地阵营哦，很大力的在进行一些这个手段，但是小马可是的姐姐却开炮了。好，他怎么开炮？我们先来听听。Kung ang iyong ama o di kaya ang iyong lolo pa, matanda na at may sakit, kinakaladkad palabas ng inyong tahanan, manunood ka ba na parang wala lang? Ganito ang nangyari ngayon. Isinuko natin si Rodrigo Roa Duterte sa dayuhan na para bang wala siyang since when did the Philippines become a province of The Hague? Kung kaya nilo itong gawin sa isang dating pangulo, sino na lang ang susunod? If they can march into our house and take one of our own, what stops them from doing it again and again? To you, to me, to any of us. 好，这位是这个现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的姐姐哦，她直接说，菲律宾什么时候变成海牙省的一个海牙的一个省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什么都要听海牙的？好，那当然现在消息人士也说，中国在逮捕这个杜特地前拒绝了他的庇护请求，其实就是一份报告显示，菲律宾当局自1月开始就一直在为杜特地逮捕这件事做准备哦。那这是一项由菲律宾国家警察局这边领导执行的一个 ICC 逮捕令的战略。那3月7号，杜特地其实飞往这个香港参加海外菲律宾工人的活动的时候，菲方试图在香港要逮捕杜特地，但是当时当地是拒绝合作，因为中国不是 ICC 的成员国，所以不承认罗马规约的这个管辖权。但也有消息人士进一步说，杜特地其实有向中方来申请庇护，但遭到拒绝，所以他后来只能返回菲律宾，就被海牙这边逮捕了。不过这个菲律宾总统府说没有关于杜特地寻求中国庇护的讯息哦，所以很多人说，那到底是谁在造谣呢？怎么这么多不同的版本？好，那现在也看到这个费城这边有说悼念杜特地杀害的3万人，当然就是希望把这个杜特地不好负面的形象给急剧的升温呐。
那在菲律宾这边呢，当然就是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抗议，所以我们看到这菲律宾现在的社会蛮撕裂的。那也有人认为说，菲律宾现在还是在当美国的马前卒嘛，因为他们现在这个菲律宾国防部说，当局正在探讨将苏比克湾曾被美军用来当过军事基地的格兰德岛跟这个奇基塔岛改建为军事保留区的可能性，要强化在南海的军事活动。那甚至菲律宾还希望买的是印度的战机军舰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他们的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说，除了这个布拉莫斯飞弹以外菲律宾后续还要考虑买更多的印度武器，例如是战斗机跟军舰要进行军队现代化来对抗中国。好，现在菲律宾抗中的力道也是很强这个是感觉有点社会上蛮类似我们不同的国家好，我们问问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小马可仕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因为他这次选总统时候搭配的就是莎拉，就是杜特地的女儿。那杜特地的选票比他多莎拉的选票，副总统选票比总统多。那他们菲律宾规定就是说你总统一任只能当6年不能连任。那现在杜特地是想要修宪，他现在在做这样的动作那如果修宪成功的话，他可能面对的就是莎拉的挑战，因为当初两方合作讲好了，就是莎拉现在我们杜特地家族帮你这一次当选，下一次轮到我女儿来选。那现在小马可仕的做法就是会引人家非议，就是说你就是不够道义。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就是老马可仕，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贪污家族那老马可仕他那时候一直他才不管什么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宪法了，他就是一直连任到菲律宾。后来因为他真的他把他政敌在马尼拉干掉，就是科拉隆的老公嘛，对不对？干掉以后，他那时候又做票又被抓到，又太离谱，那个得票数已经比那些岛的人口还多。后来他等于说菲律宾发动暴乱以后，他就逃亡到夏威夷嘛。那当然后来大家就开始清算他贪污了多少钱，然后杀了多少人那后来等于说就死在海外。杜特地当总统的时候，又中间还经过好几个总统包括科拉隆，包括罗姆斯，包括埃洛尤可是到了杜特地当总统以后，才让马可仕的遗体回来，而且葬在英雄墓园就是说他对他非常礼义。那现在小马可仕的做法会让人家非议说，你就是要悔弃承诺，而且历任的总统只有这个总统对你爸爸最好那他现在的做法是这样的，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会影响我想修宪来继续连任，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想说我就去靠美国，然后我就指控杜特地杀那么多人，其实内心是想把他杀掉那当然杀是杀不掉，但是你至少杜特地79岁了嘛，你到荷兰一审再怎么判个无期徒刑或怎么样几年，你大概就老死海外，所以他的女儿莎拉才会那么担心那他讲的是什么？其实菲律宾这4大家族就是杜特地跟等于说跟那个小马可仕家族他们本来虽然是结盟，可是小马可仕的他的动作太快了因为他等于说不到2年他就开始在打这个修宪的主意。那早年罗姆斯跟埃洛尤都有曾经想做修宪让自己再连任，可是因为都有人反对，而且社会上认为不行，因为你一任已经6年很久了，韩国5年也是一任所以你如果要这样的话，那大家就会想起你爸爸那时候的阴影。他爸爸一直当到最后做票是被迫逃亡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菲律宾这个他可以观察的其实就是现在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真正还在全力在反中的就是菲律宾其他国家比如日本跟韩国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为什么？因为川普当选了。那杜特地他这种招数很容易讨好拜登政府，可是现在美国已经是特朗普川普在当总统了。那他现在这一动作很大，那大到怎么样？他想说把整个杜特地家族所有的都扑灭，因为杜特地本来自己也要下去选市长，你知道吗？市长那他家里他儿子都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波的期中选举，其实对小马可仕不太有利那他现在想说，我用一些肃杀配合美国的力量，
因为在菲律宾，像我很多朋友在菲律宾，他小马可是根本就是 CIA 的县民出身他就是 CIA， 他就是完全养成美。可是现在美国的那个已经不一样了。那不一样的话，他现在要做这些大的动作的话，连自己家人都看不下去。所以在菲律宾现在的那种很多地方势力大家都出来，那这个对小马可是未必会有利。他认为说他讨好到美国，可是现在的美国态度也不像拜登时候那么强烈。他那时候虽然贡献了好几个地方让美国可以来设基地，可是这种人家已经换总统了。那你还能够讨好川普吗？这个其实未来非常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也难以逆料。对啊，因为整个这个菲律宾他们的家族的这个盘根错节不是小马可是轻易就可以拔断的。老师，我今天上午上课问我班上的2个菲律宾学生，他们很挺杜特地对，所以我觉得小马可是第一个刚刚小董讲的这种修宪的考量。那一定会让大家唤起，就是说他老爸菲律宾之前，50年代是民主国家然后到了这个马可仕他选上以后，后来就搞戒严，然后就变成这是长期执政，然后最后被推翻了。那你小马可仕怎么又有样学样会去想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太理解但是就是你今天菲律宾你6年1任，应该就是大部分的过去的都遵守了，所以如果你今天再要想修改国会其实也有一些难度，那是不是能够一定过还不一定。那你现在就去铺一个不一定会过，然后又把自己未来，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推修宪成功，然后呢下一次选举如果是沙拉上来，你觉得现在这个杜特地受到的羞辱你会被回报吧？你马可仕家族干净吗？绝对不干净。我去菲律宾，我去参观过他们家族的这个地方，那个势力也很庞大但是要整你，我觉得绝对有方式的。那最主要就是说，大家没办法接受，就像那个这个马可仕姐姐讲的，你今天中国大陆可以拒绝这个来抓杜特地，因为他不是 ICC 的成员，菲律宾也退出了，所以你可以不理他，你为什么要去配合？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会觉得说，哇，如果你今天譬如说南非南非是 ICC 的成员，所以普丁你看金砖5国会议不敢去南非因为不晓得怎么样，就是万一就是因为南非当然不会想要让普丁被抓。可是很难讲有些可能就真的会去。那你因为你是成员，你就有这个可能。但是你菲律宾现在都退出了，你为什么还要让 ICC 来做这个事情那然后你现在的所有的动作，我个人认为只会造成沙拉他们这边的民意会比较高，而且只要今天杜特地撑到这个下一个总统选举之前，他还可以讲一些话，然后看起来有一些微弱，甚至如果他今天身体不适忽然在就在海牙过世，就像前南斯拉夫的那个独裁者这个米洛塞维奇一样，那那个同情票全部都来了。所以我认为今天马可仕是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就是你讨好谁，就像刚刚小董讲，川普才不在乎什么人权的民主，川普听到你打压这个毒枭，他觉得这个最好，我就在打压毒枭我在美国也是认为很多非法移民从中南美洲上来都是美国贩毒的来源等等。所以今天杜特地的这个形象，他第一任的他在任跟川普第一任有重叠，川普其实跟他还蛮惺惺相惜的，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马可仕在这个时候你让 ICC 进来，我觉得这讨价派气好，这个盘算是不是错误呢，舰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杜特地他们家的族谱然后呢，事实上来讲，我们先看下面这张照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杜特地在2016年他就职的时候，他的全家福，全家看着他那个宣誓就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这是杜特地。那在各位观众左手边这个呢，这个就是沙拉杜特地。然后另外这一位呢，这位其实也现在是达沃市的一个国会议员。那下面这个也是他儿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有2个儿子那下面这个儿子其实
现在是达沃市的市长。其实杜特地79岁了，他其实就是要选达沃市的市长，对，接儿子，然后对，这很有一套。那但是呢，我们继续看啊。其实我这里也有马可仕的全家福啊，那这小马可仕的全家福，这马可仕这医美袋，那这一位就是小马可仕，那这一位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医美马可仕，那也就是马可仕的小马可仕的姐姐。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啊，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他们其实他们的家族根本就是是一个家族政治啊。那但是我们讲到这一次这个杜特地到海牙去受审这件事情，其实就很有趣了。为什么？因为其实ICC 也就是那个国际刑事法院，他的说法是啊，他们之前其实都一直拿不到证据，也一直没有办法传唤那个发出相关的那个拘捕令。可是就在2023年11月的时候啊，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说法，说是传到海牙说，其实小马可仕可以帮忙杜特地去，然后而且也就在那个时间点呢，传闻也就是菲律宾又要回到罗马规约里面去啊。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一场铺排好的棋呢？而且我们这样讲啊，这件事情啊，那在那个当初啊，我们刚刚讲到说，有这个讯息传回这个海牙的时候，当时的小马可仕在国内他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绝对不会把杜特地送到海牙去。但是为什么这一个检察官还继续这样做嘞？因为他后来他现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讲，他知道这是政治因素。那也就是其实这个里面非常的诡谲啊。那而且现在又有一种说法，其实没有发出红色拘捕令，而是一种扩散通报。所以这件事情里面扑朔迷离，那也就是会让着伊美马克斯这一个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啊，来开这么一个听证会。不过听证会也没把相关的资料完全呈现，相关的事实完全的让菲律宾以及全世界了解。对，所以菲律宾现在的政局相当的混乱，我们后续再持续带大家来掌握。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最近大家最讨论的话题度最高，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什么时候要见面呢？好，讲这两大头什么时候见面之前，我们先来看美国真的是被打个措手不及哦，因为中国之前不是公布对美国能源加征关税的政策开始发酵，所以它长达40天哦是没有从美国来进口。好，那中国买家现在也找到了这个新的可以买液化天然气的，就是澳洲等国哦，是不是中国早有准备呢？好，当然现在大家也在讨论，这川习会不会在生日月哦？说他们两个人生日只差1天，都在6月嘛，都是双子座的。好，这件事情问到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说没有发布的信息哦，所以这个还在卖关子当中。好，那中国大陆借着两会哦场边外交的发言哦，就设定川习会的对话框架了吗？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驻美大使谢锋，他就说美国以损人开始，最后都是害己告终。那外交部发言人这林健则说，美方执意打开关税战，中方将奉陪到底。好，所以中国外交系统在两会场边都对美国的议题上面有进行一些言论的讨论，但是不是也先借着这样来表达说，我们到时候谈话有一个框架，要照我们这个框架来走。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美洲贸易这个谈判停滞前夕之际哦，这个跟川普密切的一位参议员要访华了，他是谁呢？就是这位，他叫做戴恩斯，他过去曾在中国的宝洁公司高管6年，那跟中国大陆的接触背景就被川普相中嘛，所以变成他的心腹之一。那2018年美洲贸易战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跟这个美国代表团时任中国最高贸易代表的刘鹤来进行会谈，那最后签署了第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那2017年的时候，美牛进口它也是有在这个蒙大拿州的牧场接任了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两人还一起骑马。然后这次的访问就是在戴恩斯的帮助之下这个中国重新开放了美牛的市场。所以当然对川普而言，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心腹，这次也要派他来访华，这是一个讯号吗？好，中美之间有点硬碰硬吗？这卢比欧国务卿说不允许中国在不遵守情况之下、不遵守规则下崛起哦。他说，过去20年，西方国家在经济还有贸易上的规则上面都放任中国作弊哦，所以让他们扩大了他在全球的影响力。那川普对于这个 AID 就是美国国际总署，他也说这个美国媒体说将转向为一个抗衡中国的软实力机构他们说接下来可能会改名成这个美国国际人道援助署正在重新的重组还有精简它的组织，要更有效的来对抗中国的机构。好，那看到中国2月对美其实出口也降了10%，是10个月以来首次见到负增长。那川普关税瞄准中国的小包装之前有讲过，那对美出口确实已经呈现了这个下降的趋势。我们看到2月中国输美小件的包装价值同比是下降了近5%。那川普对于中国大陆制的船舶也征了这个天价的港口费，所以有一些这个贸易商就说哇，真的吃不消这包含就是煤炭的出口商他现任的执行长就说，这种加征入港费的做法就会变成说美国的煤炭成本上升35%左右，这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而且对美国本土经济来说不是好事情。那脱钩依赖中国的关键矿产，其实川普也说，这个引战时可以全力扩大我们的这个采矿产能还有一个行政命令是要动用政府的资源，要加强美国国内的稀土元素跟关键金属的一个采矿跟加工。他说这要保障美国的能源跟国防的安全所以川普他的想法很多，做的也很多，但是很多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那这个关税战其实这个欧洲也是有点错他们现在也坐不住了嘛，坐不住干嘛？不是去跟美国谈，是跟中国谈看到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去年访中的时候就见过习近平，当时就正值是欧盟对华电动车征收了这巨额关税，那他当时就说欧盟应该跟中国达成新的协议避免再次发生贸易战。那在下个月他又要再去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面了。另外，法国的外交部长巴霍也计划在27、28要对中国大陆进行2天的访问，那也再次呼吁要缓解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所以大家其实都跟中国大陆不敢完全脱钩，只有美国现在希望跟中国大陆脱钩，但他又想跟习近平见面。好，真的是很复杂的题目。董哥，其实我们知道川普当然因为他的多变让各国都很难掌握，但是他内心想的就是关税。那这关税就是说他认为说各国都在吃美国的便宜，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让美国再度的伟大。你们如果给我多少关税，那我就要加倍奉还。所以现在全世界其实最害怕的、最会受到报复是印度印度的关税是超高。那美国的商务部长这2天对外讲他其实有15个国家被我们锁定，中国大陆当然是其中台湾也跑不掉，叫做得体。肮脏的肮脏，你们这肮脏的15个国家，我们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反应这全世界大家都怕得要死，西班牙、法国这些为什么跑去中国大陆？因为美国是最大经济体，中国大陆是第2那如果我们可以转移一些东西去中国大陆，对我们是有好处，对不对？分散风险了。对你要把风险分担，而且川普已经摆明我就是要这样干。那过去当川普小弟最称职的是加拿大。加拿大在美国要求之下，把华为的孟晚舟没有任何罪，没有被通缉，没有犯任何过失，然后只是过境就把他抓起来，所以那时候他认为我当小弟很称职结果川普一上任，加拿大跟墨西哥被报复是最厉害，对不对？那大家看到这一幕，你就说，那川普到底要什么？他要美国再度伟大，你不知道吗？再度伟大，他就认为你们占我便宜的，那现在。除非你们最重要的东西到美国来，所以大家看台积电的魏哲家，他去了，政府不知道然后他说我要再投资1000亿川普很高兴
但川普不会满足啊，错了，以为他已经投资650亿，现在再加1000亿，那他这个动作大家一看，哇，台湾川普对外讲哦，魏哲家开始称赞他商业很敬重的领袖哦，他们要投资2000亿啊，哇，这个加码让台湾都错愕，没有人知道说川普这个数据从哪里来。好，那我们看哦，魏哲家，大家也都知道，他在代表台湾是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对不对？台积电嘛。这2天台湾很热闹，来了2个州长，一个是亚利桑那，台积电设厂的地方啊。当然，我们赖清德，赖省长看到他很高兴啊，看到赶快接见省长，然后做了很多承诺。他来干嘛？他要台积电的供应链也要到美国投资。你光台积电来不够啊，你们其他那些人要来，魏哲家当然也接待了，这是大家看到第一项。第二个。阿拉斯加的州长也来了，那赖清德都在讲话，我们会扩大美国的投资。阿拉斯加说，我们要推销的东西最主要是天然气，中油马上说我们跟你签约。大家可以看到了，从魏哲家这个例子美国所有的州都嗅到了味道了。我们去台湾可以一起一球，因为台湾是美国的顺差，它是排名第6，它每年赚走美国的钱。739亿美金，那它是我们的得体的话，我们只要摆出一个样子的话，台湾都会投降。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台湾我们执政的人看到美国人来都吓了半死，因为怕被报复嘛。那对川普的不可测，所以随便下面一个州长来，你就比比抓了。那现在我们看的情况，他其实是很可怜呐。魏哲家今年1月在台大讲，人家说你们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美积电？魏哲家很生气，门都没有，现在连门都被拿走了。那大家看了这一幕其实你有时候看，在全世界这种风云变色，就是一个川普造成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去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被欧盟设定说你有补助，所以我们给你课大概35%的关税。那其实欧盟是因为你打不过中国大陆嘛。电动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池，中国大陆的电池领先全世界大概5-6年。大家看宁德时代，那他们希望说你能够有一些补。好，我们换严老师，严老师。OK， 我觉得这样，今天川普的这个这些政策，他这个贸易希望透过这个 Steve Dan 这位Montana 的这个参议员能够帮助他做一些事情。当然，他过去曾经就是因为有在大陆工作过，然后卖牛肉因为大陆今天在打这个所谓的美国的红州Montana 就是一个标准的红州，那少买美国的农产品，对这些红州是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包括你看像美国的这个天然气等等，如果是阿拉斯加的也是一样，也是个标准的红州。虽然说那些红州好像看起来选举人票不多，但累积起来还是很有影响力。所以大陆现在对美国的反制，就是我专打你的红州，让你自己的支持者会觉得说，好像跟着川普走，是不是投错胎了就是我的整个的经济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是大陆的反应。我们刚好相反，我们被美国认为是肮脏国家，15个肮脏 dirty 那结果现在要我们去买比较我个人对不起，我在阿拉斯加住过8年了但是我们以前过去也是政策性买了阿拉斯加好脏的煤。所以我们已经够脏了，然后还要去买更脏的煤那现在说买天然气等等，我觉得也是一样。因为真正讲起来如果你研究石油跟天然气，石油比较干净一点的，比较我的意思品质好的是中东的不是阿拉斯加的。所以我们如果为了就是说，因为你要炼油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要把那个里头杂质去掉。中东的石油是比较少，特别利比亚这些好地方。那美国的石油有些地方是需要花更多的，就成本要高很多，所以我们政策性要讲。可是我一直觉得我们政府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做膝盖式反应？你可以说我们面临了很多挑战，我们在研究应对，不要马上就开支票，让人家觉得你好像我只要美国讲一句话，台湾就马上会做出让步，就一做让步，真的
我们在台湾，在这个世贸中心啊，有几个州的这个叫做办公室在台湾，有一阵子没有什么事情做哦。因为我跟他们都还算蛮熟的，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说，因为过去也是要平衡贸易，我们要做采购，他们就来卖一些东西。有一阵子真的没有卖什么哦。现在我看又要忙了，大家都开始抢了，说原来台湾真像川普讲的，好有钱哦，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啊，我们是不是又要去买什么那个什么过去买啤酒啦，连买这个 potato 啊，这个洋芋也是一样。所以我一直还是认为，我们这政府，你今天应该至少要像加拿大或者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你要有一些反应吧。甚至像我们政府最熟悉、最喜爱的日本都有反应，我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对，我们不能被软土生绝啦，舰长。当美国宣布对于中国大陆所有的关税再加10%的时候，中国大陆立刻早就准备好。对于这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征收15%的关税我们如果来看一看这个有关于液化天然气的部分这个是中国大陆那个进口的部分，我们看看这个变化其实进口最多的并不是从美国，而是这个褐色的部分这个褐色的部分是从澳洲进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部分黑色的部分，黑色的部分是俄罗斯，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越来越多。那美国在哪里啊？美国其实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美国其实在2021年达到高峰，可是现在慢慢又少了。这个也就是中国大陆它会透过它的现在的外交的处境，以及跟这些国家的一个经贸的要求，它会进行一个那个调控那如果我们来继续来看的话，其实下面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说，这一个真正进口的消长跟俄乌战争有关。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这一个橘色的部分这是欧洲，我们看到欧洲以前那个进口美国的这个天然气其实是不多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进入到2022年2月的时候，也就是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天然气变得越来越多。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多？因为北溪2号，因为当北溪2号跟北溪1号现在等于北溪的天然气管都不能用的时候，结果那个欧洲这些国家现在开始用4倍的价格跟美国买天然气，也就从这里看得出来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那个 Dirty 15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个就是 Dirty 15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哪里？台湾在这里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能被报复的还不是很后面还是很前面因为我们赚的钱可是比人家多的。那为什么是这么说呢？也除了我们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有关于台积电都已经到美国去设厂了，都已经被抢了那个2000万美元了，还想要怎么样？2000亿，对不起，2000亿美元了，还想要怎么样？对不起，他要的更多，他还要成熟制程，然后他还要那个有关于那个汽车的部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国外进来的汽车它的关税是17.5%那可是呢，我们卖到美国去的这些汽车零组件，美国收的关税只有2.5%那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保证被报复。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什么陆行之他们特别讲说，以后台湾可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的电动车的原因就在这里。好，美国 I want more more more， 然后这个台湾要更多更多。好，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这个美中之间有些地方差距变大，有些地方变小。我们先看到变大的地方就在高铁我们看到这张图其实就是 China 它的铁路其实这么长不是只有这样子一块，然后一直绕，就代表它真的很长。那它现在对于这个需求超越马斯克超高铁雄心的创新因为过去马斯克也曾经要提出这个时速1000公里的这个未来愿景。
景，但失败了。好，但是2024年中国的实验成功了，所以真的看起来中国却在高铁上面越来越强。但是马斯克就很悲哀嘛，他说：“哦，我们美国的铁路哦，真的是尴尬又悲哀哦。”他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是史诗级一般的存在哦，这高铁，然后美铁哦，就是会给一个非常糟糕的美国印象。好，那也有地方是缩小，就是美中科技现在差距越来越小。我们看到苏姿丰，他超微是挺 DeepSeek， 他是在 AMD 上面哦，就是说，DeepSeek 其实还蛮厉害的哦，这个致力让 AI 开发变得更具扩展性。那黄仁勋辉达的这边也是讲说，其实华为的 AI 实力也在成长当中，这美国限制的话，这个效果会不佳哦。那华为当然是中国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嘛，那征服涉足的每个市场哦，所以现在看起来连黄仁勋都对华为是称赞的。那我们要再看到，当然就是小米，大家都用小米也用的蛮习惯的。小米董事长雷军最近哦，从6楼丢了一颗西瓜，好，这颗西瓜蛮厉害的，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个西瓜涂了防弹涂层，这个防弹涂层呢，就是我们小米SU7 Ultra 电池包底副板用的防弹涂层，防穿刺、防撕裂、耐磨，对电芯的保护能力特别强。我们跟下去试一试啊！1、2、3，扔！这就是我们刚才摔下来的西瓜，哇，这个西瓜，看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摔都摔不烂哦，钢铁西瓜。好，有网友说涂了西瓜还能吃吗？然后这个雷军就说这个斧头都开不了了，好，所以接下来变椰子嘛，不知道。那马斯克争议也持续延烧，我们看到其实还蛮多现在讨厌马斯克变成是讨厌开特斯拉的车主哦。这地图网站上面也就泄露了美国这个特斯拉车主的一些个资哦，我们就带大家来看说这个经销商跟这个充电站的位置都还有这个据称有这个政府效率部员工有关的地址跟电话号码，可见大家现在多讨厌马斯克呢？那也包含是我刚才讲到车主嘛，这因为有人泄露个资，所以纵火喷漆的事件越来越多。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被纵火，这蓄意纵火喷漆，车主一不留意车身就被刮出长长的刮痕，所以很多人是人人自危。那马斯克参政，当然现在真的是被讨厌嘛。那 FBI 就特斯拉频频遭到袭击，还启动了反恐调查哦。看起来这个马斯克跟特斯拉真的是蛮大屌的哦，这个人很大。好，再来，美国的商务部长呼吁说，民众可以买特斯拉股票，因为未来不会这么便宜。可以这样讲吗？这是涉嫌内线呢？好，纽时说，五角大厦将向马斯克来简报极机密的美中战争的计划。好，马斯克不是效率部了吗？怎么会变成好像国防部？好，川普搞得美国大乱哦，因为美国国防部不再强调少数裔的贡献，连网站都删除一些杰出黑人军人的介绍。不过后来他们说是因为在调整 DEI 的术语，所以不慎删除了某一些的网站。那当然，现在川普的最新命令是说，他们要这个关闭教育部哦。他说，未来各州政府将负责管理各自的教育体系哦，预计这个教育成本会减半，然后呢，教育品质会上升。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画面上这个就是川普在签这行政命令的当时像是一场电视秀，他安排小学生跟他一起见证废了教育部他是安排一群中小学生坐在他的旁边那还有一个课桌椅嘛，然后桌上还放了一个类似行政命令的档案那这场公文签署真的就像是一场政治秀。他还问小学生说：“对啊，我废了这个教育部，不错吧？”真的是小学生哪懂啊？好，董哥，川普把很多东西都看成实境秀那实境秀，因为川普过去自己曾经主持过嘛，所以他在主持里面，他最喜欢讲的 “You are white”。你被开除了泽伦斯基被开除了，现在教育部部长都被开除了。大家看那他对他来讲就是一场秀。可是你今天看到了，就是说不管是美国或者我们台湾你要正视各国的一些变化，尤其中国大陆现在的进步譬如说你看马斯克都这样，他是一个高科技的你看他的心念或什么，他这一方面绝对也不是信口开河，或者脑袋空空，对不对？他在称赞中国的高铁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王一川在讲什么？中国大陆高铁连靠背都没有绰号叫靠背哥。那你用这种藐视的态度是事实吗？当然不是。中国大陆高铁我坐过好几次很舒服又快。我凭良心讲，你要去看到别人的优点的时候，
你才会说我奋起直追，或者我想怎么去弄嘛。那中国大陆高铁全世界第一，无人机全世界第一，对不对？它的电动车也是全世界第一，而且都是超越其他国家很多年。那当然你会说它的武器现在的6代机大家都在研究，它的从辽宁的、从成都的这个被人家拍到那些，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很多东西已经不是你们形容的那么落后、那么差劲。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一次可以看到川普急着要跟习近平见面，都是白宫在放话。哎呀，我们要大家同一天生日啊，什么这些过去哪有人谁在注意啊？现在都是白宫放话，而且放话的目的是要讨好习近平，讨好中国大陆。为什么？他就想说，我赶快能够见个面。从他上任以来，他就一直跟习近平释放很多不错的消息。我的就职典礼你可以来，习近平不去。那所有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告诉你，中国大陆现在态度不太一样在哪里？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跟中国大陆释出非常多的善意，然后甚至他的小孙女还去唱中国的儿歌，对不对？可是后来2018他打了中美贸易大战，对中国大陆来讲，伤害蛮大的，到现在都还深受其害。所以对于这种言而无信、反反复复的人，现在中国大陆他就有警觉了。没错，你想跟我谈，那我们今天大家就事论事来看嘛，对不对？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又不是2018年被你羞辱、被你突袭的那个中国大陆了。那当然，现在大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大家在谈判地位上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当然川普他任期只剩3年多了，他急于赶快成，他也不能连任，他很多事情希望赶快在任内赶快可以做。那他又宠信马斯克当然在中国大陆有非常的大的投资，他的特斯拉如果不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给他非常多的善意，给他非常多的方便，他哪有办法成为全世界首席的富豪？目前中国是此一时彼一时嘛，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才讲到了美中之间的这个高铁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请教授。我想，如果镜头可以再照那个图那个中国绕了几圈里头还没有美国这里头还没有美国都是其他国家，因为被排除在外了。就美国连高铁我最近一次在美国坐铁路是从纽约坐到 Virginia， 我去一个大学演讲。你知道，我坐到那边的时候，忽然要下车了，那个站长就叫我们全部集中到一个车厢，然后出来。然后放一个小椅子让我们踩下来，我觉得回到19世纪了好像战争没有月台，就直接走进趟了就直接走了个大学城了就是说他们还有很多这种我觉得还不错，蛮怀旧的，蛮复古的。但是说老实话，美国的这个因为100年来都在扶植汽车工业然后就把这个铁路的建设完全弄，因为他们你想想看。其实美国的都会化很早19世纪就很都会化了，可是因为有了汽车，他又觉得都会很多少数族裔在里头，白人要往郊区搬，所以这整个社会的这个文化就是说我往郊区住，我开车那就买车，造就了所以美国公路盖了很多，可是铁路真的是很落后。它是最早搞铁路的，就英国当然最早，但美国大规模19世纪做了很多铁路，现在真的是落后。我觉得我是马斯克，我到了中国看，我真的会很难过看的那另外就是美国国防部把一些少数主义的贡献删掉。其实我读历史，我第一次在美国读书时候读美国历史，就特别有我那个教授是写什么的？他是写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印第安人原住民。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帮助，当探子、当军人、当外交官还帮你们协调，在这个帮这个等于是找一些帮助，所以贡献真的是有的。我后来读的历史，几乎每一段历史，它都有一段是讨论到各个不同的贡献。那最后我要讲一下教育部，今天川普很得意把教育部废了，对不起，你今天把教育部废，就是要让教育回归各州。那很多兰州照样教多元文化，照样教，因为是他们自己的范围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中央能够做，他不应该废教育部，因为他要把
这个多元文化废掉，要由中央的教育部来指导，结果你把它中央的废掉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持续请教舰长。有关于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这个超级高铁的部分啊，其实这个概念是2013年马斯克所提出来的，它也就是在一个真空的管子里，所以它的速度特别快啊。